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？出去玩的时候会拍摄很多有意思的片段，觉得这个好玩拍了一些，那个好看又拍了一些，最后拍了一堆素材，回家准备剪辑的时候一看，哦，傻了，这都是由于在拍摄前期准备不足所造成的。我是恋人物吴央，一位00后回来街舞的旅行博主。那么今天这期视频，我将会教大家5个写好 vlog 脚本的硬核技巧。首先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我 Lost in Forest 这期视频的脚本。接下来我将会为大家从根源一一拆解如何写出这样的脚本。第一个要点是明确你的主题，如果对于主题不明确，那就会找不着拍摄的方向以及你核心所要表达的内容。那关于这一点，我总结出了你在写脚本前需要明确的2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，故事的情绪和主旨。这是你脚本的地基。一个好的 vlog 或旅拍短片，一定是能够给人带来一些情绪共鸣和感受的。情绪可以是我们对于生活的激情，对于爱情的渴望，对于田园的向往等等，这些都可以。只需要结合我们自己真实想表达的情绪即可。第二个方面，在情绪之上构思好你所要讲的故事。一个没有故事、没有内容的视频是很难让人体会到画面的意义的。在情绪确定了之后，再去构思一个故事会更加容易。比如我的短片 Lost in Forest， 就是我先构思好了我想要表达一种对于城市快节奏的厌倦，以及对于大自然的向往的情绪，然后再在这个情绪基础上构建出来一个我离开城市，开车前往森林，通过探险和露营这2个事情，最终寻找到自己内心平静的真谛的这样一个故事。那在我们明确了主题之后，就开始我们正式的脚本书写。这就来到我们的第2点，明确拍摄地点。如果你拍的内容有过多的同质化场景，是很难给人带来独特的观感的。拍摄地点毫无疑问是你旅拍中的重中之重。根据你所构思的故事，在脑海中想象出一些画面，或者找一张纸画出来，然后根据这个画面去寻找最符合这个画面的地点。我一般用的是小 Red， 然后 All Trails 和6只脚，上面有很多人分享照片，你也可以从那上面去获得灵感。如果条件允许，还可以先去现场看景。看景的好处就是你到那个地方之后，可以看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地形地势，然后可以利用上来，然后包括你可以看到一些有意思的建筑，包括看景也能让你知道你这次的拍摄有哪些东西是不能实现的，或者说很难实现的，然后你可以再回来去进行仔细的思考，然后将这些无论是你画的图片还是你找的图片，都可以放在你脚本画面这一栏。但要注意，如果你是团队合作，那这个脚本一定得写清楚；如果是个人创作者，就按照你的喜好来就好了。一个独特的景色能大大提升你的旅拍视频质量。第3点，运镜的手法以及景别的控制，在脚本中标注清楚你的运镜手法，可以很好的提升你后期剪辑的效率。常用的几种是推、拉、摇、移、升、降、甩、跟随，还有环绕等等。关于怎么去运镜以及拍摄 B-roll， 可以去看我的这期视频。既然说到运镜，那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东西，就是景别。常见的景别就是远、全、中、近、特。远就是远景，远景一般是指主体在较远处所拍摄的画面，一般会用广角镜头拍摄，画面以环境展示为主，主体基本无法展现细节。全就是指的全景，全景就是比远景取景范围会更小一点的画面，主体细节会相对来说更丰富一点，但环境在画面中还是会占有较大的比例。中景就是主体和环境在画面中各占1半的比例，这样主体的特征会非常明确，细节也会非常清晰。近景呢，就是比中景取景范围更小的画面，主体所占的空间比例超过了背景，画面内容也会以刻画主体细节为主，但对于环境的交代不是十分明确。特写是指主体在画面中几乎占据所有的空间，主体的刻画极为细致，环境的因素基本上就不再显现。每个景别都有着它们不同的作用，我将这些对于景别之间更详细的区分方式放在了专栏里，你可以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中找到链接。下滑的时候不要忘记3连哦。第4点，是否使用特殊摄影？我们常见的就是延时摄影 （time lapse） 和升格 （slow motion）。像咱们平常看的这种移动很快的画面，就都是延时摄影。在延时摄影取景的时候，记得要找画面动态较多的，然后变化较多的地方。那升格就是咱们通俗来说的慢动作，它就是最简单也是最实用的一个技巧，来提升你的视频的氛围感。在你短片中安排这样一系列的片段，会让你的视频看上去更有冲击力。比如 Lost in Forest 这期视频的开头，我用了车流的延时来体现城市的快节奏，再紧接着穿插森林里的升格画面，就会营造出一种强对比。第5点 ，Sound Design 声音设计。一些声音设计，你可以在前期就直接想好，或者在你拍摄时身临其境的感受当下，听一听所在的环境里有什么样的声音，可以把这些写进的脚本里，并且录下来当时的声音。这就是声音里的环境音。然后还有我们的动效，可以理解为通过动作产生的音效，比如你走路时鞋子与地板接触的声音，喝水时水下咽的声音。除了环境音与动效之外，还有就是我们的特殊音效，比如就是转场的 whoosh 和一些上升音效。有了这些写脚本的技巧之后，可以毫无疑问让你拍摄思路更加清晰。最后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个事情，脚本的作用只是让你把未知的因素尽可能的减少，保证你的出片率。但尽管如此，旅行中还是有很多的未知，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，前行路上永远充满了未知，没有办法完全按照计划去进行。
但人生中的惊喜不也总是来自于未知吗？我们应该保持开放的心态，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儿，剩下的交给命运吧。OK， 各位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，记得点赞投币键3连，这会对我的频道成长会有非常大的帮助。这也从来都不是我一个人频道，也是因为有了你的支持、建议和关注，才是让我创作更多优质视频的最大动力。我是来人物吴阳，一位人生后会来接我的旅行博主。那么我们下周再见。I will not let you